我的婚姻大事，我早就跟我妈和陆叔叔说过，不用他们操心了，我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。总要遇到我喜欢、愿意为了他结束单身的女孩子。奶奶，我肯定会结婚生子的，你们放心。我不会像别人那样说不结婚，只是我现在没有遇到喜欢的女孩子，只能先单着，等我遇到了能让我心动的，我自然会结婚，不着急。我陆叔都36、7岁才和我妈结婚的呢，就是他姨丈他们结婚也晚，一个个不都找到好女孩结婚，自身足够优秀，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好的女孩子结婚。周老头悄悄碰了一下老七，提醒老七不要说海玲的不好，孙子会不高兴的。洋洋，你奶奶也不是想插手你的人生大事，就是觉得你30出头了，该考虑了，不要只顾着赚钱。周老头解释一下，免得孙子以为他们想插手他的婚姻。你不着急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反正你愿意结婚，不会像别人那样说不结婚。我和你奶就放心了。你平时也要注意身体，别太累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就一个孙子呢，洋洋是他们周家的指望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洋洋平时若有点不舒服，两老都担心的整夜睡不着，总要天天打电话问一问。周阳笑，爷爷，我知道的，我又不怪你们。感情的事顺其自然，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我就等着我的缘分来敲门。他身边的人几乎都是男人表兄弟，陆叔家里的兄弟一大堆，女孩子太少，在熟悉的几大豪门里，他是找不到老婆的了。他都和小姨说，他的正缘估计在外地，可能会像战家那些叔叔一样，娶个外地的老婆。小姨说，只要女孩子人品好，不在乎远不远，叮嘱他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人品好、家风好的。我妈和小姨都说了，若是我有了喜欢的女孩子，他们会帮我把关的。两老放心了，只要前儿媳妇还会管着孙子的事就好。海彤这个当小姨的也是没有话说，他们甚至觉得海彤这个当小姨的比海玲那个当妈的更称职，对洋洋更好。洋洋，你有时间回去吃顿饭吗？周老太问道。周洋有点为难的道，奶奶，我可能挤不了时间回去吃饭呢，实在是太忙了，过几天我又要出差。又要出差呀？你经常出差，不是才出差回来吗？听到孙子没有时间回周家吃饭，周老太很难过，听到孙子说又要出差，她又心疼起来。最后她无奈的道，那你要注意身体，孙子太优秀，就是到处飞，到处跑，忙得团团转，连陪一陪老人家的时间都没有。周家两老在洋洋的办公室里待了好一会儿，临近吃午饭了，在老街道儿子催回家吃饭的电话，才舍得离开。周洋中午有饭局，无法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，他将自己办公室里那些新鲜的水果、点心，以及老人家也能吃得动的零嘴，打包了很多给两者带回去，还给了两老一人1万块的现金。两老接过那些吃的，那1万块现金，两老推来推去都不肯收下。爷爷奶奶现在可以说是靠你养着的了，有什么事都是要你出钱，你还给我们那么多钱做什么？你留着到时候娶老婆用。爷爷奶奶也有退休金，虽说不多，但也够花，还能余下一点呢。两老平时积攒的钱都准备留给洋洋的，洋洋不差他们那点钱，但那是他们身为爷爷奶奶留给孙子的一点心意。周洋坚持将钱塞到爷爷奶奶的手里，歉意的道，我没有时间回家陪一下爷爷奶奶，害得你们想我了，还得跑到我公司里，是我不孝。爷爷奶奶不要我的钱，我会更加的愧疚自责，快拿着吧，我以后娶老婆的钱是有的。他这样说了，两老才肯收下他的钱。周老太还说他给的太多，说两老一人5000就够了。洋洋送着两老出办公室，一直送他们出了办公大楼，安排他的司机送两老回家。
上车之前，周老太拉住周洋的手，说道：“洋洋，有件事，奶奶想了又想，还是得提醒你一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你大姑想给你介绍女朋友，你不喜欢不用管她，她要是知道你回来了过来找你，你不用理她就行。”周洋笑着：“奶奶，我知道的。爷爷奶奶他还会给面子，梁老来了，他在忙都会招待梁老。大姑嘛来了，他就算闲得在数手指头，他也不想见。大姑真的是死性不改，洋洋是真烦他的大姑，给他介绍女朋友图的是什么，安的是什么心，他都清楚。你也别和你大姑计较太多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改不了的。看在爷爷奶奶的面子上，不理他就行。”周老太又怕孙子会对女儿不利，替女儿说了几句话：“奶奶，我知道的。”周洋还是那句话，他当然不会小气到去报复整治自己的姑姑。偶尔回一下周家，遇上了大姑在娘家，他还是能耐着性子听大姑唠叨，给大姑买点东西的。但大姑想从他这里要到多大的好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想让他给表兄嫂们安排高薪又不辛苦的工作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不管是陆氏集团还是他自己名下的公司，都要靠亲本事进去。他这个当老板的不会让亲戚走后门。两个表哥什么能力，周洋也清楚得很，让他们在陆氏集团当个普通职员，他们都胜任不了，学历也不算高，全都没有大学毕业，读的大专，但没有毕业就不高了的。大姑家的3个孩子也就表姐的发展稍微好一点，找的婆家也算过得去。周洋扶着奶奶上车，叮嘱司机开车慢一点，梁老年纪大了，不宜开快车。司机载着周家梁老走了，周洋站在办公大楼目送着车子驶出了陆氏集团，他才转身往回走，边走边掏出手机打电话。坐着电梯上楼，回到办公室后，周洋又处理了几份文件，等司机送梁老到家后折回来，周洋才下班前往管城大酒店见客户。在管城大酒店，周洋遇到了他小姨以及姨丈。小姨，周洋先看到海童夫妻俩的，他叫了海童一声，夫妻俩停下来，扭头看见是洋洋。海童脸上扬起了笑容，洋洋见客户，约了客户在这里见面，顺便请他们吃饭。周洋进前了，才叫战印一声姨丈。什么时候回的管城？战印问道。海童立即说他贝贝去他六叔家里那天，洋洋就回管城了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战印笑笑，忘记了，他只记得闺女去了弟弟那边，回来了，有空就过去吃饭，大家都念叨着你。战印说道。周洋笑容温煦如春风，在熟悉的人眼里，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暖男，长大后更是温润如玉，是个谦谦君子。我正想着过2天周末了，就去小姨家里住2天，吃2顿好的，现在天天都是在外面吃，要不就点外卖，很想念姨丈做的饭菜。好呀，这个周末你就过去住上2天，姨丈给你做好吃的，正好宝宝周末也回山庄。战印很爽快地说道。好，宝宝最近忙吗？忙呀，他不忙的话，我和你小姨哪能一起吃饭？战印说的理所当然，他有能力接班了，很多事情都交给他处理，我就监督一下，不用操那么多的心。儿子长大了，有本事是挺爽的，可以早早退休，不用干到7老80。周洋笑道。姨丈，宝宝已经哭昏在厕所里。3人一起进酒店。姨丈还这么年轻，不用那么早退休的。不年轻了，你小姨都叫我老头子了。该退休啦，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。我和你小姨准备退休后去环游世界。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，退休了，时间就是属于我们自己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免得7老80走不动。那个时候，我和你小姨估计也升级当爷爷奶奶得带孙。海童好笑的道。
咱们七老八十的时候，孙子辈应该都10几岁了吧，还需要你带孙？战印笑，你别老挑我话里的毛病吗？又对洋洋说道，瞧瞧你小姨，总是挑我的毛病。周洋说道，家里有保姆，也不用小姨和姨丈带孩子的。宝宝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没有呢，你有认识的好女孩子吗？介绍给你表弟。战印随口说道。海童说他洋洋自己都没有女朋友呢，怎么给你儿子介绍女朋友？宝宝还小，不着急，过2、3年就要考虑的了，早点有喜欢的人，可以先恋爱几年再结婚的。战印还是希望儿子现在就能恋爱。我还真没有认识的好女孩呢，平时心着工作，没有留意。宝宝是还小，不用着急，我这个大表哥都还单着呢。海童说你主动说的，小姨就多嘴说你几句。你都30出头了，是要考虑人生大事，不要说我们不催你，你就不找。小姨，我知道了，遇到喜欢的，我就恋爱结婚生娃，放心吧。你有当姨婆的一天。我爷爷奶奶知道我回来后去公司找我，也跟我说了这样的事。你们嘴上说是不催我，可是见了面还是会提及，也等于是催婚了。人长大了，烦恼更多，还是小时候好呀。洋洋忍不住怀念儿时的快乐，那时候的他是大人们的团宠，个个都疼他宠着他，他什么都不用管，只需要快快乐乐就行。长这么大，唯一吃过的苦就是学习的苦了，就是学习的苦对于别人来说已经算轻的。他成绩一直很好，次次考试都是第1名，就没有考过第2名的，都不知道考第2名是什么滋味。哦，练功的苦他也吃过，从几岁大开始学功夫，坚持到现在，他闲时还是会练功的。就是他坚持学了20几年，功夫真一般，对付一般的混混，他一个人打几个人都没有问题。遇上练家子的话，他可以对付1个，2个就很吃力，得受点伤才能险胜。3个人的话，他准输无疑。在这方面他就不如龙庭。功夫不怎么样，洋洋出入便带着保镖了，像他姨丈年轻时一样，带着保镖团，既能保护自己的安全，又能帮忙拦着爱慕者。不过洋洋不喜欢保镖时刻跟着，一般都让保镖们暗中跟着就行，有人要接近他，保镖们才会现身。好好好，我们不催你，但你要抓紧点了，小姨等着当姨婆呢。小姨，你当了姨婆，辈分高了就老了。洋洋故意说道。海童笑，小姨本来就老了，也不怕辈分高显老。小姨是个服老的人，看，小姨长了点白头发，我都没有去染黑她，这是自然的事，我顺其自然，是人都会老的。其实海童看上去和10几年前没有什么两样，她保养得极好，不过她是长了几根白头发，并不明显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到她长了白头发，她自己都不知道长了白头发。洗头后，战印帮她吹头发，告诉她的。战印说帮她拔掉，她拒绝了。儿女都20几岁的人了，她开始长白发有什么奇怪的？算是长白发晚的了。很多人40出头便有了白头发，有些家族遗传的更早长白发的都有。再过几年，她就迈进60岁的大门。60岁属于老人了。海童认老服老，哪怕他保养得极好，精力不如前却是事实。周洋本能地看向小姨的头，没看到小姨有白头发，小姨还是很年轻的。我刚才那样说是希望小姨不要催婚催生。海童知道外甥真正的意思，并非是说他老了，但他真的开始老了，50几岁的人了，他就心态还很年轻，总觉得自己才18岁，转眼间儿女都20好几了，感觉他和战印闪婚没几年呢，夫妻俩已经携手走过了近30年。闪婚时他25岁，婚后1年怀孕，
27岁生了儿子，如今儿子将近27周岁，他54周岁已过，再过6年，就真的步入了老人队伍。战印比他大了5岁，很快就要60岁，他有时候都叫他老头子。